CCTV footage shows a 30-year-old groomed one boy with a shopping trip to the Trafford Centre, where she could be seen buying him a designer Gucci belt. Yes. What type of perverted person are you? I want to know right now. Do you understand me? Make sure you tell your husband what's going on. He is right here. Can he talk to you? Oh yeah, put your husband on the phone. Hey man. Hey, don't say hey man to me. You got a monster. I am not going to settle outside of court. There's not enough money you could possibly offer me to settle this. 嗨，大家好吗？歡迎收聽黑天鵝。說到師生戀，大家的感受是怎麼樣的呢？於道德倫理上，人民普遍不支持、不鼓勵。許多國家與教育機構甚至明文禁止老師與學生發展浪漫關係。其中學生是否成年，雙方是否存在權利不對等的情況，是法律判定戀情違法與否的關鍵。有趣的是，當社會新聞出現由男性教師主導的案例，民眾的反應通常傾向撻伐權威者，同情弱小者，因為男老師基於學生的稚嫩這一點，輕易就能造成反感。是羅北安說，是這個女學生先愛上他的。然而，當遇到女性教師作為主導者的案例，人們的觀感似乎就有了變化。例如，網民會說：“這麼好康的事情怎麼不是我？叫他衝着我來就好。”好像對象如果是女老師，即使是非法行為，情節也不那麼重大，甚至還能被幽默地解讀成一個值得驕傲的成就。今天這集影片要帶大家看2個女老師的案件，她們2位既年輕又有才華，但所作所為卻一個比一個卑鄙。由於當事學生的年紀非常輕，為守護他們的成長，所有法律程序和媒體報道都禁止公開他們的身份，而這個規定也自動延伸到他們的父母和就讀的學校。因此，在接下來的影片裡，我會使用許多代稱來稱呼當事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還請大家包容。另外，為了守護這支影片不發黃，我在情節的描述上也必須盡可能的含蓄，希望大家原諒。那我們話不多說，先從第一位女老師 Brittany Zamora 說起。Brittany Zamora 1991年出生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她性格外向，形象亮眼。高中時不僅當選舞會皇後，學業成績更是有傲人的 GPA 4.0。善於與人互動的 Brittany 在大學時期便決定投身教育業。2013年畢業時，她也如預期中的那樣無縫接軌進入當地的小學任教。2013到2017年間 ，Brittany 在利特爾頓小學擔任4、5年級的導師。她認真負責又有耐心，深受學生歡迎。這4年的時間裡，她先是跟高中的好友結婚，接着又贏得該校的年度最佳教師。愛情事業兩得意的她，無疑是外人眼中的人生勝利組。2017年4月，經過內部引薦，26歲的 Brittany 來到了新學校拉斯布里薩斯學院擔任6年級導師。她親切的態度與創意的教學風格深受學生和家長的青睞。Welcome to practice. This is where all you noobs become yellow turds. Yeah. Yeah. First,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tackle. Go. 然而任職不到1年，2018年2月7號，校長卻接到3名學生通報，說 Brittany 老師對某男同學偏心，並且跟該男同學互動過度親密。由於師生2人正在約會的謠言在校內傳得沸沸揚揚，校長也不得不把 Brittany 叫來辦公室問問清楚。結果校長才剛開口而已 ，Brittany 就聲淚俱下。他表示他從來沒有逾矩，是學生自己很黏他。他說教育就是他的天職，如果硬要說他錯，只能說他錯在捨不得將學生拒於千里之外。或許考量到 Brittany 是自己延攬進來的人，校長選擇不追究。接到通報第2天，校長就親自去 Brittany 的班上滅火。他呼籲同學勿再以訛傳訛，也交代 Brittany 留意自己與男同學的距離，不要再讓人有話說。校長原本以為這件事情遲早會隨着時間平息，沒想到1個月後，這個謠言竟然上升成為全美高度關注的新聞。Yes. What type of perverted person are you? I want to know right now. You are a monster. You're a child. Do you understand me?
No. Why do you say that? Oh, I'm a lot smarter than you. You do not understand how much smarter than you I am. I got you.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w. I got you. 2018年3月21号，小明爸爸拿起電話就是一頓輸出。話筒對面的不是別人，正是兒子小明的老師 Brittany Zamora。一切起因於小明媽媽在兒子的新手機裡裝了監管軟體 Sentry， 結果一連幾天，媽媽這邊不斷收到 BBY、ILY 這幾個關鍵字的通知。BBY 是 baby 的縮寫， ILY 則是 I love you。小明媽就不明白，誰一天到晚傳這些東西給年僅13歲的兒子。點進去一看，才知道發送者竟然是兒子的老師。當天下午，小明下課，爸爸就立刻把他叫來問話。小明知道紙已經包不住火，便將他跟老師的交流過程全盤托出。小明說，去年聖誕節前 ，Brittany 老師計劃出遊，所以要休假1個禮拜。而他在休假前，除了叮嚀全班要乖乖寫作業以外，還鼓勵大家用交作業的平台跟他聯絡。他說他雖然放假，但肯定會覺得很無聊，所以同學如果沒事，可以傳訊息給他，跟他聊天。小明說，後來他就真的去密老師，開始用交作業的平台跟老師聊天，然後聊着聊着，他們的對話內容就變得很曖昧，像是老師會說，你來找我啊，小明也會回，好啊，我開車要過去咯，掛號，開玩笑的啦。很快的，他們將對話轉移至 Snapchat 和 IG， 彼此調情的意味也越來越明顯。小明說，老師會傳穿着內衣的照片給他，他也會回傳自己重點部位的特寫。由於 Snapchat 這個軟體有越玩即焚的特性，所以他一直以為他們的交流很隱秘，不會被發現。聽到這裡，爸爸直接問小明，你有沒有跟老師發生人跟人的連結？小明一邊發抖一邊點頭。爸爸緊接着追問，你們發生了幾次？小明回答說，大概3次。第一次大概是1個月前2月16號，他去爺爺奶奶家過夜的時候，老師連續2晚都開車來找他。第一晚，老師在車上為他表演吹奏樂器的技巧；第2晚，老師就實際替他補習生物知識。另外一次是在學校的才藝表演日，他跟另一個同學留下來幫忙。等教室只剩下他們3個的時候 ，Brittany 老師就叫另一個同學看門，然後他就跟老師在教室的後面探索人體的奧秘。聽到這些話的小明爸爸氣到快要中風，他決定直接打電話給老師 Brittany， 看看對方要怎麼解釋。沒想到這一打直接驚掉了他的下巴。Brittany 不只試着說服他私下和解，更搬出自己的丈夫，叫丈夫出來幫忙求情。Can you explain to me? Can we meet, to talk about this? Is there something we can settle out, outside? Oh yeah, that's what we can do. So I can give you a chance to do it to some other kid. Yeah,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gonna do. No, Ms. Zamora, do me a favor. Do not call me back again. Do you understand me? Make sure you tell your husband what's going on. He is right here. Can he talk to you? Oh yeah, put your husband on the phone. I'm more than happy to talk to that dumb too. Hey man. Hey, don't say hey man to me. You got a monster. If I was you, you stupid I'd leave her. Man, listen. No, listen to me, you stupid I'll cave your stupid head. Do you want to? I'd love to put my hands on. Listen to me. I am not going to settle outside of court. There's not enough money you can possibly offer me to settle this. 小明爸爸對 Brittany 丈夫一副問題不大的態度感到憤怒不已。他不明白為什麼 Brittany 的丈夫可以接受枕邊人對一個年僅13歲的學生下手，甚至還能在女方的惡行曝光後繼續替他說話。小明爸在掛斷電話前再次強調，他絕對不可能和解。他說他要 Brittany 接受制裁，不讓他有機會再去殘害更多的幼苗。當天下午5點，小明爸媽就報警，並向學校通報兒子的遭遇。校長也承諾會立刻進行調查。隔天3月22號禮拜四，小明爸媽在警察的陪同之下來到校長室，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重述了一遍。校長 Timothy Dickes 表示，昨天在接到通報當下，他就已經讓 Brittany 停止等候調查，說的好像校方反應得很及時。然而校長在談話的過程中頻頻喝水，小眼神無處安放，不斷地透露自己的心虛。校長的部分我們等會兒再回頭說，現在我們先接下去看當天下午 Brittany 被捕的畫面。
下午接近6點，警方在路邊攔截正要外出的 Britney， 並將她上銬帶回警局。整個過程 Britney 講話都輕聲細語，有問必答，直到進到審訊室，警探問她跟小明到底是什麼關係的時候，她才要求邀請律師。針對案情 Britney 沒說到什麼話，但她對於自己接下來要入監候審這件事倒是蠻有感想的。The next step is basically you do go to jail tonight. I submit some paperwork. I'm little. They're gonna tear me apart. Well, I mean, if you have problems with somebody, you can voice that to somebody. Okay. I am the best husband in the world. Okay. Britney 邊哭邊告訴警探，她有全世界最好的老公，還有她說她很瘦小，她很害怕被關進看守所之後會被其他的犯人欺負。此刻的 Britney 似乎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即使在隔天的聽證會上，法官問她有什麼話要說，她仍表示她只想要趕快回到丈夫身邊。Britney 的丈夫 Daniel 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我們不好說，但他對 Britney 忠心的程度確實無人能及。Britney 被捕隔天3月23號，警方接到校方的通報，說代課老師在小明的教室裡發現為數眾多的便利貼，便利貼上寫着你是我的寶貝，為什麼你連穿睡衣都可以這麼性感？我想要你多汁的翹臀等等露骨的文字。由於某幾張便利貼上清楚地寫着小明的名字，因此警方確定這些就是師生2人用來傳情的紙條。基於這些物證，警方前往 Britney 與丈夫的住處進行搜索。搜證期間 ，Britney 的丈夫就站在家門外跟警員尬聊。他除了詢問 Britney 接下來的法律程序會怎麼進行，也不忘強調 Britney 有多優秀。他說 Britney 成績好，樣樣好，多年來對學生用心致志，說的好像他沒聽到小明爸爸2天前在電話裡面跟他說的那些話。大家可能會想，會不會從頭到尾 Britney 都沒跟丈夫坦白，所以丈夫才會到現在還對她一片痴心？但後續警察在 Britney 的手機裡發現她在被捕前跟丈夫的聊天記錄，對話當時 Britney 正在跟小明的爸爸通話，而丈夫 Daniel 用文字訊息傳說哭吧，裝作你很無助很抱歉的樣子，還有拜託 Britney 你什麼都別講，不要這麼笨，承認你有做。這些訊息顯示丈夫不僅知情，他還一直在指導 Britney 怎麼應對小明爸爸的逼問。丈夫說的話 Britney 的確有在聽。2018年4月 Britney 對檢方所指控她的15項罪名表示不認罪。然而如鐵一般的人證跟物證實在太多， Britney 的律師知道他們在法庭上根本沒有勝算。雖然 Britney 和小明大部分的對話記錄跟互傳給對方的照片都已經因為使用的軟體本身遭到抹除，但審訊的時候，小明說得出 Britney 那件極度透視感的睡衣是什麼樣式，還有 Britney 的重要部位跟大腿內側有棕色的胎記。更令人髮指的是，當時跟小明課後一起留下來的朋友，也就是小明在探索人體奧妙時被派去守門的那位同學，才11歲。他年紀雖然很小，但他告訴警察說，他知道那天 Britney 老師跟小明在做奇怪的事，因為小明後來又把這個秘密告訴他，叫他不要說出去。而且老師也曾經問他知不知道歌裡是什麼意思，他說不知道，結果老師就用手機搜尋圖片給他看，讓他覺得很不舒服。還有大家還記得嗎？除了這位年幼的目擊證人以外，案發1個月前也還有3個小明的同學跟學校通報過小明跟老師的關係不單純。因此即使 Britney 打死不承認，這些證據也足夠讓陪審團做出有罪的裁決了。2019年6月，Brittany Zamora 接受認罪協商，對3項罪名表示認罪，其中2項針對小明，1項針對小明的同學。1個月後，在判刑聽證會上，法官問 Britney 有什麼話要說。Britney 站起來走到講台，對着受害者家屬念了一封自己寫的信。一開始，他先說對不起，說讓小明受到如此嚴重的傷害，他非常懊悔。但接着，他卻開始朗誦他自己的偉業。他說他曾經是年度最佳教師，他創辦反霸凌計劃，教女孩營養與健身，籌募公益，幫助自閉症家庭，每年還為25個孩子準備開學文具等等，巴拉巴拉巴拉。他強調自己本性善良，只是一時糊塗而已。因此，他希望法官能考量他過去的善行，給他一個盡早回歸社會的機會。
這段話讓觀眾席後排的受害者家屬聽了冷笑連連，因為對他們來說，2個孩子的童年都已經毀了，可兇手還在這裡歌頌自己過去有多優秀，奢望法官給他減刑。小明的生母在受害者影響陳述中哽咽地表示，小明因為這件事情被迫搬家、轉學，走到哪裡都被指指點點。他罹患嚴重的情緒失控、憂鬱症、焦慮症，還長期被罪惡感折磨。小明的爸爸與繼母則委由律師宣讀聲明，他們說他們支持 Britney 接受認罪協商，因為這樣可以確保這個惡魔被隔離在社會之外。但對他們來說，對小明來說， Britney 無論被判多久都不夠。等他服完協商建議的25年刑期，他頂多是個50多歲的中年婦女，還能重新開始人生。可小明呢？他從13歲就得背負巨大的創傷，可能永遠走不出這片陰影。另外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小明11歲的同學，雖然沒有遭到 Britney 直接的侵害，但他好幾度被迫目擊不舒服的場面。Britney 甚至在事後語帶威脅的要求他保密。這位同學的媽媽在法庭上憤怒地表示，她認為 Britney 根本不配為人師，更不配為人母。她會祈禱 Britney 無法生育，一輩子都受她身上所背的罪名折磨。最終，法官判 Britney Zamora 20年有期徒刑，服刑期滿20年才能申請假釋。還有，他將永久被登記為性犯罪者，不得從事任何與未成年人接觸的職業。刑事審判結束後，小明的家長也對拉斯布里薩斯學院所屬的學區提出民事訴訟。他們指控校長未能及時介入學生與老師之間不正當的關係。根據聯邦法院公開記錄，該案在2019年3月終結，但網站上並未注明結案的方式，也沒有公布是否達成和解或賠償金額。同樣面對民事訴訟的人，還有 Britney 的丈夫 Daniel Zamora。小明的爸媽指控他在案發期間包庇妻子，並慫恿妻子說謊。該案於2019年7月以私下和解結束。由於雙方簽署了保密協議，具體的賠償金額並未對外公開。2020年，在獄中的 Britney 透過律師向 Daniel 提出了離婚申請。這位他曾說是全世界最好的丈夫，戴着綠帽，陪着他挨過了刑事訴訟和民事官司。但如今的 Britney 說，她跟丈夫的婚姻已經面臨無可挽回的破裂，兩人無緣再當夫妻。Britney Zamora 現在正在亞利桑那州的佩里維爾女子監獄服刑。根據監獄管理單位的說明，她目前被編入教育與輔導計劃，負責協助獄方教導其他受刑人識字、基礎英文以及社交技巧課程。Britney 最快能在2039年申請假釋，但作為登記在冊的性犯罪者，即使他未來出獄，他還是要佩戴電子腳鐐，終身接受監管。Britney 的案件我們就說到這裡，接下來我們來講另一位英國老師的事蹟。小名 Becky 的 Rebecca Jones 從小在同學的眼中一直是個安靜規矩的女孩，她家境優渥，與父母親關係良好。雖然就學過程中她曾受到霸凌而患上飲食失調，但她努力地將灰心轉換成健身的動力。大學時，她選擇攻讀運動與健康科學學位，也加入啦啦隊和體操俱樂部，把日子過得健康又亮麗。大學畢業前 ，Becky 發現自己對教育抱有很大的熱情，於是她加入培訓計劃，完成數學教學的研究所課程，並在2018年成功獲得大曼徹斯特地區的一所中學聘用。那一年 ，Becky 才24歲。作為一位在中學任教的數學老師，她的年紀和外貌時常比她的專業更受學生矚目。然而，事業順遂的 Becky 卻在此時面臨私人生活的巨變。與她穩定交往9年的男友毅然決然跟她分手，原因是男友覺得她太情緒化、太控制狂，兩人因此爭吵不休。最後，男友直接從他們同居多年的公寓搬走，讓她大受打擊。可屋漏偏逢新冠肺炎，2019年年底開始，不斷擴張的疫情導致商店關閉、學校停課。這對於剛失戀的 Becky 來說是雪上加霜。她孤單寂寞，覺得冷，內心那隻渴望關注的野獸也越來越失控。2021年，新冠疫情緩和， Becky 的學校也回到實體授課。這時候，工作已經完全成為她的重心，無論是教學帶給她的成就感，還是學生仰慕她的眼神，都讓她有種活過來的感覺。然而，隨着學期推進， Becky 跟男學生的互動也越來越沒有界限。其中一個叫小華的15歲男同學跟他的朋友時常稱讚 Becky 的身材很好，更替 Becky 取了一個綽號叫翹臀小姐。
Becky 得知後不僅沒有制止，還欣然接受，反正是稱讚也好，調戲也罷，任何形式的關注她都喜歡。時間來到2021年10月11號禮拜一， Becky 在小華的班上上課時發起了一個數學挑戰。她在黑板寫下她的電話前10碼，並告訴全班那道數學題的答案就是最後1碼，誰解得出來就可以獲得她的聯絡方式。對老師有好感的小華當然不可能錯過這個挑戰，她在當天放學前就解出答案，並發送訊息到 Becky 的手機。他倆一來一往的聊，很快就開始曖昧。例如小華會說，我最近不喜歡數學了，因為它讓我很分心，我是說作業的部分啦。接着 Becky 回，最好是作業哦。然後小華就說，當然是作業啊老師，不然還能是什麼呢？類似這樣沒直接表白卻充滿暗示的對話就這麼持續了5天。當周10月15號禮拜五， Becky 跟小華就約好要在校外見面了。禮拜五下課，小華按照跟 Becky 討論好的計劃，先回家拿盥洗衣物，然後跟媽媽說她要去好朋友家過夜。接着他就在外面跟 Becky 會合，兩人一起去購物中心吃飯。晚間7點16分，賣場監視器拍到他們去 Gucci 逛街。小華在店裡看上一條皮帶，而 Becky 邊跟他眉來眼去，邊掏出信用卡結賬。這條皮帶要價345英鎊。考慮通膨換算，大約是現在的台幣17000元。一般人可能會覺得這個禮物對一個15歲的男孩來說太貴重了，但 Becky 刷卡的時候眉頭是皺都沒皺一下。晚間7點48分， Becky 社區的監視器拍到他跟小華一起走進大門。當晚他們在 Becky 的公寓度過了浪漫的一晚。隔天周六早晨， Becky 有事先走，但他給小華留了鑰匙。小華起床時還有點不敢置信自己是真的在老師家。當下他先聯絡他的好朋友，跟好朋友分享昨晚發生的事。接着他請好朋友來載他回家，因為他沒有交通工具。周六下午，小華跟媽媽一起出門逛街。聊天的時候，媽媽不禁注意到兒子的脖子上有淤血，看起來像是新鮮的草莓。於是媽媽發揮柯南的直覺，直接問小華昨晚是不是跑出去玩。小華則用一連串沒有啦，我打球用到的等等理由勉強搪塞過去。沒想到10月18號禮拜一，小華的學校竟然接到一通來自兒福機構的電話，對方說有人匿名舉報小華跟老師的關係不當。校方獲報後便立即開啟調查。小華媽媽接到通知時簡直都要崩潰，她哭着衝去學校問小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小華仍堅持一切都是個誤會。一直到好朋友的媽媽出面，真相才終於大白。原來周六早上，小華跟好朋友聯絡時，好朋友就覺得小華跟老師這樣不太好，因此過去接小華的時候，好朋友是請媽媽開車，兩人一起前往老師的公寓。由於好朋友的媽媽無法接受自己家成為這段師生戀的煙霧彈，才匿名向機構舉報。然而小華不斷的否認，讓他不得不站出來，直接跟小華媽媽解釋清楚。So obviously, given what's happened, I know you've been sent home from school today. So you are under arrest at the moment on suspicion of activity with a child. 10月18號下午，警察前往 Becky 的公寓將她逮捕。她一臉驚訝地問警察為什麼，好像不知道自己跟學生的課外教學已經曝光。然而抵達警局時，警察發現她的手機已經恢復原廠設定。這個重設手機的舉動跟他表現出的困惑相當矛盾。警察猜測他早就聽到風聲，所以才先一步銷毀了自己手機裡的證據。審訊時 ，Becky 說小華肯定是為了跟同儕炫耀而捏造了事實。他說他跟小華的確有見面，但他們只是一起吃了飯，然後他收留小華在家睡一晚而已。他說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逾矩的行為，也沒有所謂的師生戀。不過後續警方約談小華，小華堅持他跟老師運動了2次。他說因為第一次他覺得很別扭，沒能放飛自我，是直到第2次他才成功。由於小華給的細節很有可信度，加上他的手機裡也有一開始跟 Becky 調情的聊天記錄，因此檢方仍決定起訴 Becky。只是誰都沒有想到幾天後，法院就允許 Becky 交保。如果他遵守不跟18歲以下青少年和孩童單獨相處的規定，他就不用坐牢，可以在外等候案件進一步調查。保釋在外的 Becky 因為遭到學校停職，只好回去爸媽經營的咖啡廳幫忙。
原本把握避風頭、不惹事、保持沉默這3點原則， Becky 跟小華的案子很可能就会因為證據不足結案。但 Becky 耐不住寂寞，才1個多月而已，她又知法犯法，跟另一個男孩聊了起來。這個男孩跟小華同班，一樣15歲。接下來我們叫他小智。2021年11月，也就是在 Becky 被停職約1個月後，小智主動傳訊息關心 Becky。他說上次他在學校看到老師的時候，老師在哭，所以他想問老師現在有沒有比較好了。小智的溫暖一下子就攻陷了 Becky 的心。兩人用 Snapchat 聊天，天天聊，從詩詞歌賦聊到人生哲學，聊到相約在 Becky 的公寓親親抱抱。在公寓見面那天， Becky 在小智的耳邊說，因為他有案子在身，不能太超過，所以如果他們倆要正式連結，只能等小智滿法定年齡16歲。小智聽了這番話，真的乖乖等。2個月後，2022年2月，大約是小智滿16歲的1周後， Becky 就跟他相約在公寓探索人體的奧秘。值得一提的是， Becky 告訴小智自己患有多囊卵巢綜合症，所以無法孕育下一代，要小智別想太多，安心的跟他連結。2022年6月，小智從中學畢業，他跟 Becky 也正式進入情侶關係。不過隨着交往的時間越長，兩人的爭執也越來越多。主要的原因是 Becky 的控制欲極強，很容易吃醋，常常要小智沒完沒了的安撫。還有 Becky 很愛查勤，每一次都要小智打視訊電話證明自己的行蹤。有一次小智跟朋友在酒吧玩， Becky 知道之後就直接出現在店裡，讓小智在朋友面前超尷尬。可儘管如此，小智還是愛着 Becky， 他相信 Becky 只是需要安全感，只要他給得起，他就願意去做。但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切很快會演變成他收拾不了的局面。2023年6月，在兩人交往接近1年半的時候， Becky 為小智精心設計了一場尋寶遊戲。她將公寓灑滿玫瑰花瓣，並在她設計的路徑上貼好小卡片，每一張卡片都寫着她跟小智的回憶。例如，他們第一次親吻在哪一張椅子上，或是他們第一次一起過夜睡在哪裡等等。小智只要跟着每一張卡片的提示走，就能找到寶藏。小智最後來到臥室，並在床上看到一件嬰兒的包屁衣，上面寫着最棒的爸爸。那一刻，小智真的傻爆眼，心想 Becky 不是跟他說不會懷孕的嗎？還有他自己才剛滿17歲多久而已，到底要怎麼當爸爸？或許是切身感受到現實的重量，當天小智回家就向自己的父母坦誠了一切。小智的父母手刀報警，隔天 Becky 就因為違反保釋條例再度被捕。聽證會上， Becky 又一次對所有罪名表示不認罪，理由是小智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已經16歲成年，加上當時他也已經被停職，不能算是老師，所以撇開保釋規定不談，他認為他跟小智的關係合意且合法，沒有什麼毛病。這番話不止小智的父母聽了生氣，小華的家長更不能接受。他們覺得為人師長的 Becky 用她的身份誘導未成年的學生進入戀愛關係，本身就是違法的行為，而且她不顧警告，刻意違反保釋條款，就足以證明她有惡意，必須接受法律制裁。但是無罪推定原則，加上 Becky 現在懷有身孕，因此案件待審期間，法院仍准許 Becky 交保，讓她在外面把寶寶生下來，並保留她的探視權，直到審判結束。2024年1月 ，Becky 誕下女兒。接着，在寶寶出生的24小時內，小智的父母就向法院申請緊急監護權，把寶寶接過來照顧。Becky 一周會去探視寶寶2到3次，只是每一次見面，對小智和他的家人來說都是種折磨。他們知道孩子是無辜的，孩子需要媽媽，但小智自己也是孩子啊。這一切的一切都太反常理，太沉重，讓人難以招架。2024年5月，庭審正式開始。這邊我們跳過控辯雙方各說各話的環節，直接進入最後的宣判。我從判決宣誓詞裡挑了一段我覺得最能總結本案的部分，我給大家念一下。法官說，15歲的孩子並不總是知道什麼對他們最好，他們也不總是會做對的事，因此他們生活中的成人，特別是那些身負保護責任的人，需要設定並且強制執行界限。在孩子們未能充分理解自己行為的後果與影響時，介入保護他們，有時甚至要保護他們免於傷害自己。像是小華跟着被告你上樓的時候，心裡其實覺得很怪，
他真正需要的是你這個大人站出來喊停，他等着你守住界限，把他推開，而你卻推他進去。針對小智，他受到的傷害大到無法衡量。他被作為老師的你誘導發生關係，結果17歲就成為爸爸。我不會說他的人生毀了，我相信他能成為優秀的父親。但無可否認的是，如果他有選擇，他絕對不會選在這個年紀，在這個階段去做這件事。如今為人父的終身責任，已經讓他人生的所有可能與規劃都永久改變。他逃不掉，也過不去。正如他在法庭上說的，他永遠會是你的受害者，他將永遠透過孩子跟你綁在一起。經過2個禮拜的庭審，30歲的前數學老師 Rebecca Jones 被判有罪。2個月後，法官判他6年6個月有期徒刑。根據英國法律，他必須服滿刑期的一半才能假釋，而且即便未來出獄，他也將終身接受監管，不得從事任何與兒童相關的工作。小智的父母表示，雖然法律保障孩子的母親保有探視權，但他們其實不希望 Becky 參與孩子的成長。因此，即使 Becky 最快能在2027年假釋出獄，他們也會向法院爭取限制或完全剝奪他的探視權，讓小智和孫女可以遠離他，過上相對正常的生活。影片的最後，我想引用本案檢察官 Joe Allman 說的話作為結尾和反思。他說，如果今天加害者 Rebecca 是個男人，他不叫 Rebecca 了，而是叫 Robert。Robert 先後誘導2名15歲的女學生發生關係，並跟其中一位有了孩子。那大家還會不會責怪被害人其實是自願的？還有大家還會不會因為 Robert 出庭時褲頭上別着寶寶的毛帽而給予他同情呢？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就結束了。如果你有什麼想法，也歡迎在頻道的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我們下期節目見，拜拜。